女孩从医院醒来，惊恐地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只听医生在边上说：“你这是化学物品进了眼睛，导致的永久性失明。”女孩想起昨天晚上下班回家，突然被一个蒙面人喷了不明液体，再醒来就成了这副模样。究竟是谁害的她？警察初步怀疑会不会是某个狂热粉丝。原来女孩是个著名的小提琴家，但她却说应该不可能，因为她早就不火了，现在顶多算个过气明星。再加上当时身上并没有贵重物品，只有一把小提琴，难道对方就为了一把琴抢劫行凶？这太牵强了。案件一时间陷入了僵局。到了出院的日子，医生帮女孩联系了她远在国外的弟弟，两人平常并不怎么来往，但没办法，她只有这一个亲人。弟弟得知她出事后，给她租了一套豪华公寓，以及请了一名男护工，帮助她尽快适应盲人的生活。根据护工的描述，这里环境优美，有宽敞的客厅、精致的厨房，并且住在13楼，随时可以俯瞰城市风景。但这些对女孩来说，全都只是一片黑暗罢了。这天，护工带来一只绿色鹦鹉给她当宠物，可当女孩问她是什么颜色时， Baby blue。从这不难看出，现在女孩所知道的一切都源自于她的想象以及护工的描述，是真是假没人知道。渐渐的，女孩越发的感觉这所公寓不对劲，为什么打开这边的窗户，风声异常的大，而另一边却安静的像一堵墙？还有每天11点03分，外面就会准时响起警笛声，从来没有偏差过1分钟，并且如此豪华的公寓，电视机却永远没有信号，就连给闺蜜打电话也全都是语音留言。面对这未知的世界，女孩感到了深深的恐惧。然而更恐怖的来了，她竟然听到走廊尽头有女人的哭泣声，壮着胆子蹲下一摸，原来是通风口跟隔壁相连，是旁边夫妻正在吵架。她怀疑邻居可能遭到了家暴，可护工却说这应该是你过度焦虑产生的幻觉。女孩不信，她往邻居家门上贴了一张纸条，邀请她一起喝茶。没想到第二天，邻居真的来了。二人交谈中，邻居一直表现得极为正常，完全没有被施暴的感觉。直到女孩碰巧摸到了她脸上的伤口后，她就变得无比紧张，抓住女孩的胳膊说了句，留下莫名其妙的一句话。邻居匆忙离开。当女孩第二次去找她，却碰巧撞见了邻居的丈夫。虽然女孩看不见，但对方身上散发出的恶意让她心里发寒。男人警告她离自己妻子远一点，不然就让你好看。女孩受到了惊吓，她连忙打电话找来护工，可护工却在这时候表起了白，说以后肯定会好好保护她。说着就直接上前亲吻女孩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感情，女孩十分抗拒，护工只好失落的离开。可没一会儿，客厅就传来了声响，女孩以为是护工回来了，喊了2声她的名字，却没得到任何回应。不对，这恐怖的气场分明是那晚袭击她的人。女孩吓得跑回房间，但还是晚了。蒙面人将女孩推到墙上，硬生生掐晕了她。等再次醒来，护工在边上疯狂道歉，但女孩此时心乱如麻，她让护工赶紧报警。可当警察看过监控后，却告诉女孩今晚根本没人进过她的房间，一切只不过是她的幻觉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难道自己真的精神失常了吗？女孩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和自我怀疑，她受够了这种黑暗的日子。终于在这天，她走到阳台，翻过栏杆，直接跳了下去。可没多久，她就从昏迷中醒了过来。等等，她不是住在13楼吗？楼下是车来车往的街道啊，那为何现在她身上连伤都没有？女孩开始摸索四周，这才发现周围全是泡沫墙，那些车来车往的声音全是屋顶上的喇叭发出的。这也意味着从她失明之后，就一直活在假象中。女孩走到墙边，踩着音响轻松就够到了栏杆。她重新爬回了公寓，当务之急就是赶紧逃离这个鬼地方。她摸索着来到电梯旁，按下开关，不料电梯没有任何反应。她用力地掰电梯门，才发现电梯也是假的。女孩彻底崩溃，是谁关了自己？目的又是什么？她通通不知道。也许唯一知道真相的，只有那个曾经提醒过她的邻居。女孩走出房门，刚好碰到正要回家的她。她知道邻居的家其实也是假的，这扇门后面应该是别的地方。女孩找借口将她带回房间，打开水龙头，再故意碰倒打火机。等邻居去捡时，她迅速蹲下，因为这样讲话就能避开可能存在的摄像头以及监听器。当女孩向她说出自己的发现，邻居又变得惊恐起来，支支吾吾不知道怎么回答女孩。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是邻居的丈夫。男人前脚刚带走她，后脚护工就走了进来，说是要给女孩做晚餐。这未免太巧了吧？女孩直接拆穿了他的谎言。Detective Bryce, that cop Neiman, you've all been lying to me since the moment you brought me. This place is a fucking lie, and I want to know why. 护工却说，这里的确不是公寓，而是个理疗中心。创造这样的环境，是在帮你治疗精神疾病。Stop lying to You me. suffer from PTSD and you're newly blind. Is that a lie? 听完这些，女孩慢慢冷静了下来。
护工紧紧地抱住她，但女孩眼里依旧写满了不相信。护工给女孩准备晚餐时，习惯性地敲了2下桌子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动作，却格外引起了女孩的注意。她想起医院的医生、办案的警察，甚至邻居的老公都做过相同的动作。难道这些天所有出现过的男人都是同一个？想到这些，女孩并没有声张，而是镇定地和对方共进晚餐。在倒酒时，女孩确认了刀架摆放的位置后，故意扔掉酒杯，趁护工低头去捡的功夫，立马搬起刀架砸晕了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他又砸了一次，接着从他身上摸出钥匙，慌忙地跑到隔壁，打开了邻居家的门。这里果然不是公寓，也不是什么理疗中心，而是黑漆漆的仓库。他摸到一个衣架，上面挂着各种制服，看来医生、警察、邻居丈夫，包括弄瞎他的歹徒，都是护工一个人扮演的。这时，女孩听到角落里有哽咽声，循着声音走过去，正是她曾住过的病房。此时，邻居女孩正蜷缩在那里，原来她是那个变态的妹妹，也被囚禁在这，被迫配合着一起表演。女孩想要喊上她一起逃跑，可她长期遭受暴力对待，早就失去了逃跑的勇气。她告诉女孩，唯一的出口就在变态房间的通风口里。女孩摸索着一点点往回走，突然一只大手拽住了她的盲杖。变态将女孩拖回屋内，不过这次并没伤害她，而是跟她讲起了往事。原来她小时候被父亲虐待，把她关在地窖里，一关就是好几年。在这期间，她无意间听到妹妹演奏的音乐，那美妙的旋律陪她度过了无数个黑暗的日子。直到她父亲死后，她才得以重见光日，并从妹妹口中得知那些音乐是女孩创作的。所以说，她还是女孩的粉丝，囚禁女孩是为了独自占有她。女孩听完，抚摸着她的脸，说自己以后会永远陪着她，然后趁变态放松警惕，转身摸起电击棒，再次把她弄晕过去，又从桌上摸出一把剪刀，找到通风口，用剪刀撬开后，才发现那洞口小得可怜，根本不可能逃出去。临近崩溃时，女孩在管壁中摸到了一个小瓶子，拿起来一闻，是当初变态弄瞎她的药剂。女孩好像明白了邻居的意思，然而就在这时，变态醒了过来，他抓住女孩的头发就是一拳。女孩拿出剪刀想要反抗，却被变态一把推倒。Cage, little bird. 变态刚要动手，就看到了女孩手里的小空瓶。女孩喉咙被药水灼伤，而变态更是发出了痛苦的哀嚎。从这一刻起，她再也看不见了。影片最后，变态的妹妹拉动锁链，仓库的大门缓缓升起。即使女孩已经看不见，但阳光照在她身上的温暖，以及她那被风吹乱的头发，都能让女孩真实的感受到，此时她自由了。